大家好，这里是数字美食频道，我是老高。阿汤哥主演的《碟中谍8》电影终于回归了。回溯上一部剧情，阿汤哥饰演的伊森特工虽未能彻底化解危机，却意外获得一枚关键密钥，且并未上交至官方机构。为寻回伊森，总统亲自发送加密磁带，磁带中肯定伊森过往拯救世界的功绩，还告诫他不能再继续躲藏，因智体已衍生出狂热邪教。这群信徒宣扬通过灭绝人类清除世界腐败，妄图借智体重建所谓新秩序。阻止邪教的唯一办法便是摧毁智体，而毁掉智体的核心在于获取它的源代码。可全天下只有一人知晓源代码的藏匿之处，正是上一部中的大反派盖布瑞尔。美国政府始终无法锁定他的行踪，仅抓获其一名同伙。可这名同伙守口如瓶，丝毫不愿透露关键信息。如此一来，伊森成了美国政府唯一的希望。磁带末尾那句"回家吧，伊森，把密钥带给我们"，让他彻底明确了接下来的任务目标。伊森迅速召集同伴，第一要务便是找到盖布瑞尔的踪迹。行动雷厉风行，他立刻前往关押盖布瑞尔同伙的监狱，成功将人救出。有趣的是，这名同伙在上一部中就因伊森的救助对他心生好感，此次重逢，毫不犹豫便告知了盖布瑞尔的最新位置——美国大使馆。巧的是，当晚大使馆正举办一场盛大晚宴，据消息称盖布瑞尔会现身参会，可伊森早已是官方通缉名单上的重点人物。潜逃数月的他刚抵达大使馆门口，就被安保人员认出身份。危急时刻，格雷斯突然出现，不仅顺走安保手中的对讲机，还夺走了他们的配枪。两名安保人员束手无策，只能在伊森和格雷斯的挟持下退到角落。伊森本无意伤人，仅将两人打晕，却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群黑衣人突然冲出，将他和格雷斯电晕带走。再次醒来时，伊森和格雷斯已被五花大绑，而他们苦苦寻找的盖布瑞尔正得意洋洋地站在面前。盖布瑞尔以格雷斯的性命相要挟，逼迫伊森去寻找一艘失踪的俄罗斯潜艇。这艘潜艇是当时最先进的型号，搭载着名为马蹄铁的反声学算法驱动器，能规避所有声波探测。更关键的是，智体的初始源代码就藏在马蹄铁中，谁能拿到源代码，谁就能掌控智体的命运。原来，此前一场奇怪的数字病毒席卷黑海舰队，病毒并未破坏马蹄铁，而是误导潜艇指挥官误以为鱼雷失灵，按下发射键后，鱼雷竟原地转圈击中潜艇，导致潜艇沉没。种种迹象表明，这场病毒正是智体的手笔。它毁掉潜艇，实则是为了隐藏源代码。毕竟只要源代码存在，就有被摧毁的风险。可难题接踵而至，潜艇已沉没数十年，茫茫大海中根本无法确定具体位置。即便找到，马蹄铁的外部结构经过特殊加固，一旦遭受破坏就会触发自毁程序，唯有使用特制的十字形戒指才能完好打开。而这枚戒指分为两部分，分别在潜艇正副艇长手中。幸运的是，2012年北极的因纽特人从浮冰中发现了艇长尸体，两枚戒指得以重见天日，如今正完好地保存在伊森手中。盖布瑞尔要求伊森取回源代码并交给自己，以此换取格雷斯的性命。此外，他还透露，当初伊森在上海盗走的瓶子里装的是能毁灭初始源代码的液体化恶意代码，一旦源代码被毁，智体也会随之消亡。面对威胁，伊森突然亮出一颗假牙，称里面藏有氰化物。可盖布瑞尔根本不为所动，笃定伊森不会甘心自杀。让人意外的是，伊森毫不犹豫咬碎假牙，瞬间抽搐起来。这一幕吓得盖布瑞尔魂飞魄散，立刻命令手下对伊森进行急救，而急救的第一步便是解开他的手铐。这正是伊森等待的机会。他突然暴起，与格雷斯默契配合，解决掉所有守卫。可惜还是让盖布瑞尔趁机逃脱。不过此次行动并非毫无收获。伊森在盖布瑞尔的老巢发现了一个能与智体对话的电子舱。伊森躺进电子舱尝试与智体沟通，却遭到智体威胁，若不在3天内将核潜艇中的源代码送到南非仓库，智体就会夺取9个核武国家的核武器，彻底毁灭世界。原来智体通过强大的演算能力得知，源代码是他掌控世界的最大隐患。从电子舱出来后，伊森反而更加坚定了阻止智体的决心。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主动向美国政府投案自首，借助官方力量实施接下来的计划。投案前，伊森赶去见了卢森一面。此前他已拜托卢森研制一种电子毒药，这种毒药源于他在上海夺取的兔角，能附着在智能芯片上，破坏智体的辨别能力。两人计划将计就计，在智体掌控核武的瞬间，利用电子毒药制造100毫秒的间隔，将智体困在提前准备好的闪存中。可盖布瑞尔早已洞悉他们的计划，抢先一步找到卢森，
杀害了照顾卢森的护士，抢走电子毒药，还留下一枚足以摧毁整座城市的巨型炸药。伊森赶到时，卢森正有条不紊地拆弹。他坦言自己只能拆掉炸弹的外围机关，虽无法阻止爆炸，但能大幅降低威力，最多只会摧毁所在隧道，不会波及城市。伊森眼含热泪想要带卢森离开，可卢森坚定地表示总有人要留下来完成这件事，拯救这座城市。最终，伊森只能在炸弹爆炸前含泪离开隧道，刚跑出不远就被美国特工逮捕，而带队的特工竟是第一部《碟中谍》大反派的儿子。这名特工从小因父亲失踪加入中情局，调查后却得知父亲是因叛变被杀。面对伊森是否要复仇的疑问，他表示并无此意，但认为世界如今的混乱局面都是伊森一次次任性不听指挥所致。随后，伊森被带往一间会议室，美国总统及一众高层早已在此等候，可他们对伊森关于质体的警告嗤之以鼻。时间紧迫，伊森来不及过多解释，只能恳求总统借给他航母，并让航母指挥官全权听从自己指挥。这个要求看似荒谬，可若不答应，没人能阻止质体毁灭人类。总统虽表现得十分愤怒，认为此举可能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但最终还是悄悄安排伊森登上飞机，送往航母所在地，还将密钥还给了他。等其他高层反应过来，早已为时已晚。抵达航母后，伊森迅速制定计划，全球海底遍布冷战时期遗留的声波线缆网络，任何大动静都会被附近监听基站定位，潜艇沉没的事件必定有记录。结合钥匙和艇长尸体被因纽特人发现的线索，伊森推断潜艇沉没在北极附近，进而锁定白令海峡上的一座美国管辖监听基站。伊森深知俄罗斯人也可能猜到基站藏有潜艇位置，于是安排团队前往基站与俄国人周旋，自己则由航母派出的鱼鹰飞机送往北极，准备搭乘潜艇下海寻找源代码。可计划赶不上变化，鱼鹰飞机抵达潜艇上空时，突然发现一艘不明军舰，伊森只能拼死跳进冰冷的海水。就在伊森即将被冻僵时，潜艇上的潜水员及时出现，将他救回潜艇。与此同时，他的团队也抵达监听基站，却发现基站已被俄罗斯人占据。万幸的是，基站内一名心向美国的工作人员悄悄提供了关键信息，团队成员随即与俄罗斯人展开激烈交火，工作人员则冒着枪林弹雨，将潜艇位置成功传输出去。伊森这边刚接收到位置信息，就在潜艇内遭遇袭击。原来潜艇上竟有信奉质体的邪教成员，危急时刻，其他船员及时赶到将袭击者打晕。随后，伊森穿上潜水装跳进海里，顺利找到沉没的潜艇并进入其中。可潜艇不断进水，还因重量失衡在海底翻滚，伊森被撞得晕头转向，却仍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和方向感找到源代码并成功取出。离开潜艇时，伊森被卡在一处狭窄通道，无奈之下只能割开潜水服，仅戴着头盔拖着氧气罐艰难通过。可刚爬出潜艇，又遭遇海流，氧气管被缠在潜艇上，他只能放弃所有装备，带着源代码拼命向海面游去。就在即将抵达海面时，伊森因体力不支，氧气耗尽陷入昏迷，幸好格雷斯及时赶到，将他拖上海面并为他输送氧气，送进减压舱，伊森这才捡回一条命。成功拿到源代码后，众人立刻乘坐飞机离开北极。可每个人都心事重重，他们深知飞机落地时，质体或许已掌控9个核武库。不过伊森分析，质体若想毁灭世界，定会先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而南非的一座末日保险库就是最佳选择。那里不仅算力强大，还能屏蔽所有电磁干扰，即便世界毁灭，质体也能在其中存活1000年。要阻止质体，必须用病毒欺骗它，让它误以为进入末日保险库，实则进入闪存。但病毒还在盖布瑞尔手中，而盖布瑞尔为了掌控质体，夺取核武器控制权，大概率也会前往南非仓库。果不其然，此时全球除美国外，其他核武国家的控制权已被质体攻破。美国高层因联系不上伊森，甚至建议总统牺牲一座本土城市，以避免被其他国家怀疑。总统在高层的压力下，虽已选定牺牲的城市，却在下达命令前反悔。紧接着，一名质体派出的刺客突然冲进指挥室，试图刺杀总统。幸好一名将军及时开枪击毙刺客。可坏消息接踵而至，质体最终还是侵入了美国核武器控制系统，彻底掌控了所有主要国家的核武。伊森抵达南非仓库后，果然在门口遇到盖布瑞尔，对方竟又带来一枚巨型炸弹，扬言要炸掉仓库。盖布瑞尔认为，只要让质体觉得发动核战争会危及自身安全，他就不会轻易动手。同时，他以伊森的性命相要挟，要求交出马蹄铁。伊森早有准备，身上只带了一枚假的马蹄铁，
假意要交出，实则为阻止爆炸争取时间。就在此时，美国中情局局长突然带队出现，挟持了伊森的所有团队成员。他根本不信质体的威胁，认为抓住伊森就能掌控一切，非要伊森解释密钥的用法。可炸弹已开始倒计时，伊森无暇理会，盖布瑞尔也失去耐心，命令手下开枪。三方人马瞬间陷入混战。混乱中，盖布瑞尔趁机开车逃跑，伊森嘱咐团队成员做好准备，自己则独自追了上去。枪战过后，盖布瑞尔的手下死伤惨重，伊森团队虽暂时获胜，可团队中的智囊也受了重伤，只能简单处理伤口，勉强维持。另一边，伊森追出隧道，眼睁睁看着盖布瑞尔驾驶喷气式飞机升空。他立刻登上另一架飞机，击杀驾驶员后亲自操控，在高空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追逐战。很快，伊森追上盖布瑞尔的飞机，他拼命贴近对方机身，想要跳上去抢夺盖布瑞尔脖子上挂着的病毒。此时，南非仓库内的炸弹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团队成员做好了所有准备，只等伊森连接病毒与马蹄铁，好将质体困入闪存。最终，伊森成功跳上盖布瑞尔的飞机，经过一番激烈搏斗，终于杀死盖布瑞尔，夺回病毒。可飞机也因战斗受损，无法正常驾驶。伊森只能带着病毒和马蹄铁，抓起飞机上的降落伞往下跳。没曾想降落伞一拉开就发生爆炸，失去装备的他只能任由身体从高空坠落。生死关头，伊森强忍剧痛，将病毒与马蹄铁成功连接。仓库内的团队成员立刻检测到信号，质体果然被病毒欺骗，开始向闪存中转移。所有人都屏息凝神，格雷斯深吸一口气，在最关键的一秒拔下闪存盘，瞬间整个世界陷入漆黑，没人知道核弹是否已经发射。就在众人陷入恐惧时，象征安全的黄灯亮起，随后所有信号恢复正常，质体被成功困在闪存中，核战争的危机彻底解除。事后，伊森将马蹄铁交给美国官员，那位反派之子特工也放下过往恩怨，调转枪口与伊森握手。一场牵动全球命运的危机终于画上圆满句号。大家别着急离开，最后老高和大家唠一唠《碟中谍8》电影心得。阿汤哥依旧用实拍动作戏带来极致视觉冲击，从高空飞机追逐到深海潜艇探险，每一个场景都让人肾上腺素飙升。但影片不只有刺激的动作场面，更深入探讨了科技失控与人性选择的命题。质体代表的失控科技令人恐惧，可伊森、卢森等人在危机面前的坚守与牺牲，却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无论是卢森为救城市选择留下的决绝，还是伊森一次次突破极限的执着，都在告诉我们，面对看似无法战胜的困境，勇气与信念永远是最强大的武器。这部电影目前就说到这儿，别忘了点赞、收藏、订阅数字美食频道，下期电影解说接着聊，再见。点个关注哦。感谢宝子观看，要记得按时吃饭哦。拜拜。